大家好，我是刘。今天那个大姐夫给那个舒梅拉打电话说要钱呢，因为他知道我最近给了我丈母娘了，还有那个他姑姑了，都给了一点儿，虽然给的不多，对吧？但是咱也尽自己力了，对吧？他知道了以后呢，他说那个现在那个大姨子在陪着我老婆嘛，陪着我老婆在伊斯兰堡，说他家里的活也干不了，怎么地。唉，说白了就是给我要钱呗，对吧？要给点人家那个钱。我说我舒梅拉后来说舒梅拉也给我说啊，他的意思是在这儿也不要他钱，对吧？也管他吃，管他住，是吧？你们家现在也断气儿了，做饭也不方便，也算是我救济他们了，对吧？也算是救济他们了，但是他们现在拿这个事儿跟你说，拿这个事儿要挟你，这就其实咱说实话就不应该了，是吧？这就真有点不应该这样做。这算是我们帮你了，对吧？不是你帮我们了。但是他拿这个事儿要挟舒梅拉也非常不高兴。他这个大姨子说不要听他说，我这个大姨子说不要听这个，他不是那个名字叫鼠八字吗？不要听鼠八子瞎说，鼠八子这是在打算就是说难听点，就是说在你这儿打算拿点钱呢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大姨子这个人，如果就是说没有这个大姐夫教的话，没有大姐夫教他的话，他其实办不了什么别的事儿呢。他这个也就是有时候大姐夫教他嘛，把他教会了。真的，大姨子这个人平常还是不错的。我以前也说过，平常的话没有这个别人在背后指点他的话，他也没这么多心眼的。其实，毕竟和我老婆是一母同胞嘛，对吧？都是一个人，都是一个妈一个爹，不是坏人。其实。要不我也挺不是说喜欢他的，那时候我也挺喜欢去他们家的。以前我没有拍视频的时候，我经常有时候去他和那个舒梅拉嘛去他们家玩的。但是后来就是说，大姐夫这个人办的这个事儿有时候不好，但是有时候咱也比较理解人家，毕竟如果我有时候我也换位思考，我到人家那个程度，我有时候不一定做得有人家好。说实话，人家养了3个孩子，自己一个人干活，那个工资又不高，有时候也会想一点那个歪门邪道，对吧？这咱有时候也比较理解，毕竟过得不好，有时候那个身在那个身临其境，你才能感觉到那种无助感。身临其境以后，你才能感到人家那种绝望。有时候，那个为那个生活而奔波，对吧？你到人家那种程度，咱有时候也不要去笑话人家，对吧？咱也不要看不起人家。毕竟人家身在那个社会中，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。说实话，再一个他们那个宗教问题，有时候你干不了那种很好的那种活儿。因为在那个国家，大部分96%，100个人里边有96个是穆斯林。有时候人家不是一个教的，有时候人家不用你，真的。你这种事儿，要不有很多那个人改嘛，改这个宗教嘛？为什么改啊？逼得没有办法了，逼得你吃不起饭了，你快饿死了。
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咱有时候又理解人家嘛，人家这一次就是说用这种方式给你要钱，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。但是我最近呢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闲钱，真的，我没有在外边干活嘛。像我们家这种农民，有时候你到今年年底以后，你才能看到那个收益呢，真的。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，你平常你只是往外出，往里边投钱，到了年底之后，你才能看到那个收益。你比如说，你快收麦子了，收麦子也是快过年的时候才卖的，你没有这个麦子是6、7月份你才收的，但是你看看我们家的那个麦子，有时候是到的。就比如说去年年底拍的那个视频，那是快过年的时候，腊月我们才开始卖麦子，腊月才开始卖。但是去年的棒子到玉米到现在还没有卖，去年的也是快等到我们家打算就是快等到收这个麦子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快收麦子了，我们才卖。现在那个玉米价格又降了，我们更不想卖，真的更不想卖。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嘛。我现在也没有多少，苏梅拉打算过年买衣服嘛，我现在都没有给他钱。我说你再等等吧，我说我也没有钱，他们那个基督教快过节了嘛，不是？快过节了，他说给我要2件衣服，我也没有给他买。我说你前段时间不是那个谁帮你买了2件衣服吗？我说你先凑合着穿吧。我说，哎呀，我有时候也是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说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喜欢刘的话，给刘点个赞，谢谢。